大家好，我是竹君律师。我以前是不是说过，人类的历史有多久，性交易这个产业就存在有多久？可是我最近发现，就是诈骗集团其实也是这样，它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产业。Netflix 最近不是有一个很红的影集叫《地面师》吗？那台湾近期也爆出了由书记官、地政士、律师、警察等等专业人士组成的诈骗集团，专门锁定独居老人的遗产来做诈骗。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台版地面师。什么是地面师啊？地面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地产行业的资深诈骗犯。它其实在日本的80年代、90年代就出现了，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经济刚好泡沫化，然后加上政策关系，所以有大量的金钱，它就投入了股票啊跟地产行业，所以就促使了地面师这种人物的出现，应该算人物嘛，或职业。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他们就是会找人头去假扮地主，然后伪造一些文件啊，伪造身份证、产权证明等等的，他们去把不属于自己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再利用公司把钱洗出国外。而且他们买卖的土地其实都不会是小土地，都是很大笔的土地。那他们买卖的对象也会可能是非常有钱的财团。所以基本上他们要骗过这些财团，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能力的。所以地面师的组成呢，常常会有一些专业人士，包括律师。那 Netflix 的影集就是以这样的背景去讲述一群专门在做不动产诈骗的地面师的故事。根据报道，因为这个案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所以基本上是还没有定罪的。我们只能从报道当中去查知说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报道是这样说的：台北市地政局在2023年11月的时候，有跟台北地检署做检举，说他们发现疑似有不法的诈骗集团呢，在过户这些无人继承的不动产，去伪造代笔遗嘱的状况。然后台北地检署他就开始展开调查了。地政局是怎么发现的？报道没有特别说，可是我推测啦，因为依照土地法的规定啊，如果没有人继承的土地，它其实是需要列册管理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政府它是会知道说哪些土地其实是没有继承人的。那这些台版地面师呢，他们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没有继承人的土地去下手。所以其实有可能会有大量的没有继承人的土地，突然之间有遗嘱跑出来了，而且他们都锁定在台北市跟新北市，所以其实蛮容易被察觉的。那台北地检署开始调查之后，还想不到就是真的还让他们破获了一个超大的集团。那个集团成员包含就是有帮派背景的祖先，他开了一个经营不动产开发的公司，他联合了律师、警察、户政人员、地政士，甚至还有书记官跟里长，就组成了一个大诈骗集团。那这些集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会专门找没有继承人的地主跟屋主，那去伪造租赁契约，再请不知情的锁匠去帮他们开门。开门之后，他们就进去找一些产权证明啊，或者是屋主原本留下的笔迹等等的，然后再利用这些资料去伪造代笔遗嘱，再交由地政士透过地政机关把这些土地全部过到人头名下。他们在台北的中山、大安、松山、信义全部都有得逞的经验。那他们光是靠6件不动产，他们就赚了1亿4千万。甚至现在还有5件是在进行当中的，只是因为检调机关插手之后，它就被阻挡下来的。那实际上他们的每一个人分工是怎么样呢？就是里长他其实就很像一个情报的收集者，因为他最知道他的里民里面有哪一些人好像是没有后代，或者是他的小孩全部在国外的嘛。其实有超多犯罪集团，他们是里长会是他们的眼线，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分享。里长知道有哪些地方有独居老人呢？他们就把这个线索告诉这个台版地面师嘛。那地面师就会透过刚刚的警察跟户政人员，再去进一步收集这个人的个资，确认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哪些产权，是不是真的没有继承人，或者是他的继承人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像有一些案子，其实是他有小孩，但他小孩常年在国外，他们也不想管在台湾的遗产，那他们也有得逞过这样的案子。那确认好说这个人的风险比较低之后呢，他们就会透过律师去伪造代笔遗嘱。什么是代笔遗嘱？
我在猜是因为制作上相对简单呐，因为遗嘱其实有一些很严格的法定要件，你错过一个，其实你那个遗嘱就容易无效嘛。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是专门讲解遗嘱的，像是长荣的遗产战争啊，那近期不是有被法院终局认定说那个遗嘱是有效的嘛，所以张国伟就大获全胜啊，他就拿到了好像几亿的遗产吧，现金遗产啊，全部是归他的，当然股票有一些是归他的兄弟姐妹的。对，那有些报道是写说是公证遗嘱，我本来以为是误载，因为这里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以为律师他可以做公证，但其实没有，公证是要有一个专门身份叫公证人，他才能做公证。我后来有发现说，这个律师其实他是有公证人身份的，所以他确实也有可能伪造公证遗嘱。那不管是代笔或公证遗嘱，他最后都会拿着这个遗嘱去地政机关，透过他们联合的地政士去办理，说把这个遗产赠予给某一个他们找来的人头。那他们为什么还结合不动产开发公司呢？我在猜测说，他们不只是赚取土地跟房子的利润，他们应该是还有在联合一些可能工程的建设啊、包租代管或者是买卖的服务费等等的。因为你得逞之后，其实你那个钱都是犯罪所得，他们一定要再经过一个关卡去把它洗出去，才有可能拿到清白的钱，那才有可能说你落网之后，法院其实是扣不到你的钱的。那还有一个很酷的角色，就是书记官。这个书记官还造成新北法院被人家搜索，其实这蛮严重的。那书记官根据报道呢，他会侵害到的好像是个人资料保护法，以及公务员泄露国防以外秘密，还有贪污治罪条例。所以他应该是有利用他自己的权限，去让这些人就是比较轻易的通过一些法院应该要有的程序。因为有无人继承的遗产啊，你们知道无人继承遗产要怎么办吗？我也很希望可以送给我，但民法1178条其实有规定，没有人继承的遗产的话，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是检察官他去申请所谓叫做遗产管理人的。那遗产管理人这个身份呢，他就是必须要去整理这个遗产清册啊，然后催告。他要进行催告，就是问问看有没有有关这个继承人的债权人，有没有他欠你钱的，或者是他答应送你东西的，请你赶快来找我报名。然后厘清之后，把该给的遗产给出去。那没有人继承的，都要缴交国库。所以它其实是会有漏洞的。整个程序其实就有2个地方可以操作，一个是如果你是律师，你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其实他也不需要律师的身份，只要你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你就有机会去直接侵占人家遗产。曾经就有律师这样做，但是后来有落网啦，因为那是一个蛮笨的方法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利害关系人或者检察官去申请这个遗产管理人啊。那如果没有人去处理的遗产的话，突然冒出一份遗嘱的话，其实地政机关或者是那个金融机构是有可能受骗的。那他们就利用这个假遗嘱去移转这个财产。那这些人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的法律责任有哪一些呢？目前都还只是推测，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的被判决。其中一个就是伪造文书，它的定义是你去制作你没有权限制作的资料，它就叫做伪造文书，有包括私文书、公文书跟特种文书。麻烦，就私文书就是谁都可以写的，譬如说契约、借据啊。如果今天某某人他突然用我的名义去写说，杨竹君欠了别人500万这个借据的话，这件事情就叫伪造文书。那公文书的话是公务员他公务上才能制作的文书，例如笔录、传票、开庭通知，甚至是判决，这种就叫公文书。那特种文书则是证明个人能力或权利的，包括护照啊，或者是专业证照。你伪造这种东西的话，是伪造特种文书。那除了伪造文书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叫做死公务员登载不实，这个非常拗口，它其实也是伪造文书的一种。那它白话来讲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请公家帮你做一个登记，例如你结婚，例如你不动产的过户等等，这些是要去公家机关做登记的。那你去伪造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有死公务员登载不实的事情。你请国家帮你记录一个假的事情啊，很常会有人做错的一件事情是，譬如说夫妻、朋友或家人，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房子，
那后来想要去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彼此之间有了争执。假设老公把权状拿走了，那老婆如果去地政机关跟地政机关说，我想要卖这个房子，可是我老公把我权状拿走了，地政机关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那麻烦你去提告。那你提告整个下来的程序，可能要半年以上、1年甚至2年都有可能，你才有机会拿回那个权状。但如果你跟地政机关说，我的权状不见了、遗失了，我要切结补发，那只要公告满30天，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新的权状。所以很多人会方便行事，即便他知道说我这个权状明明就是被我老公拿走了，我也跟地政机关说我遗失了。如果你做了这件事，基本上就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比较方便，我可以赶快止损，但其实会反而让你有一个刑责存在。对。那除了这2个，就是伪造文书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之外呢，在报道里面还有记载，因为有书记官嘛，所以他们可能会有贪污治罪的问题。贪污它其实有很多种，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拿钱才有贪污，没有，它其实是你是公务员，给予民众法律上不能给予的便利，譬如说这个法律规范说这件事情你每个人可以发100块。但你却给了他1000块，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约定，只要约定就好了，不管你是约定拿钱或约定拿利益都算。你就算最后你没有真的拿到这个钱，你还是会有贪污治罪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会对刑法有个盲区，说我最后又没有获得什么，但其实没有，贪污治罪不一定你要获得什么，只要你们有约定，而且你去做了，那基本上就会有贪污治罪的问题。不是公务员也会被判贪污吗？如果一般民众跟公务员一起啊，就是即便我是一般民众身份，我没有公务员身份，但公务员可能要透过我，或者是我就是去诱惑他的那个人的话，他也是有可能成立贪污治罪的共犯或者是正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想他们还有可能会牵涉的就是诈欺取财或诈欺得利，或者是洗钱啊，因为他们那个钱要有办法用的话，一定是要再透过一个关卡。那个关卡出来之后，他们那个钱基本上就是会有洗钱防治条例的问题。那这次案件其实不乏一些专业人士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关卡都是需要透过一些专业人士的。因为无罪推定的关系，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就说人家有罪。但如果报道实在的话，这些专业人士要面临的，除了刑法上的刑责的话，我觉得他们的资格也很有可能会是被剥夺。我自己是觉得蛮得不偿失的啦。因为你要想，你可以得到这个证照，可能是老天爷给你的天赋，跟你从小到大多少努力的累积，你才有今天这个地位。那你为了1亿4千万毁掉这一切，会值得吗？值得是不是？1亿4千万好像有一点多，但不值得啦，因为要很多人一起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做会比较好一点。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